陛下还在想着和亲之事啊？朕有这么多女儿，嫁哪个合适啊？和亲之事攸关国体，老奴不敢妄言。朕一个都不嫁。陛下，慎重啊！和亲联姻之习俗，在本朝已经延续了近100年啊！若突然中断，乐族恐怕难以善罢甘休啊！那又怎样？是和是战，朕都奉陪到底。怎么是你？父皇，儿臣闭嘴！做出如此伤风败俗之事，还有何颜面在朕面前哭泣？陛下，木努哈与平陵公主一见倾心，故而情难自制，请陛下责罚木努哈，莫要责难公主。儿臣心愿木努哈王子。平陵公主与木努哈的婚事已定。他与木努哈之事，弄得满朝皆知，已无第二条出路。他那晚想对你下手，最终还是自食恶果。不过父皇本就对和亲深恶痛绝，他认为以牺牲女子一生换取和平，是男子的懦弱无能。嫁到异族的女子一生都无法回到故园。6年前，远赴乐族和亲的云安公主去世了。云安公主，她自幼寄居宫中，不但是先皇一女，亦是父皇一生的挚爱，却因被逼和亲，两人此生不复相见。父皇不主张和亲，也是因为体会过这种痛。殿下是如何知道这些陈年旧事的？若想知晓，想办法查清便好。也是，我都险些忘记殿下的雷霆手段。我有西河，不知惊雷，亦不爱春风，让人无计可施。
连花都爱慕西河，怎么能怪我不肯放手呢？看一下这个料子嘛，质地非常柔软，来看一下嘛。郡主，你看，好热闹呀！早就听闻有外族商人在京郊开设集市，每到月末才开设一日，没想到竟然有如此繁华景象。郡主在皇都买不到的那几味香料，今日定能买到。郡主，香料铺在这边。郡主，这是什么花呀？细叶琼花。姑娘好眼力，琼花有好几个品种呢。这细叶琼花是最稀有的，娇气至极，从土里移了根便极易枯萎。我出发时带了近10颗，精心呵护，唯独这1颗留下来了。珍珠付钱。郡主怎么突然想起买细叶琼花？这清单上明明没有。姑娘，要不要选一把香扇？有沉香、白麝、雪松香。店家，你这可是有水生香香扇。姑娘怎会知道？我就要这一把了。抱歉，姑娘，这水生香生僻，这柄香扇已经被他人订走了，仅此一把。要不姑娘再看看别的？不用了，是我来晚了一步。你喜欢，便是你的。客官来了，您订的香扇。这是青之最喜欢的味道，我每年都会订购一把。多谢信王殿下美意，但君子不夺人所好。这信王殿下真的是明知道您和郡主有婚约，还对郡主穷追不舍。哎，郡主怎么收下了？皓月当空，自然会引人瞻仰。若仰慕她的万丈清辉，又岂能怪她过度耀眼，引人思慕？殿下明月入怀。有思考。
西河，你没事吧？不是，上了他们软骨香。这么多年来，终于有机会和七弟切磋一番。快走！这。要不是上次毒发，身体尚未恢复，他伤不了我的。殿下可知，今日之事与定王妃李彦回有关。你如何得知？他们脖颈上的鹰隼是南州国图腾。如此说来，上回在灯会遇到李彦回，他不单单只是祭奠故国这般简单。他们是冲着我来的，只不过这次换了策略，想要挟你，让我不入圈套。幸好你安然无恙，不然你为我受伤。我也不是为了你。上一回李彦回长街闹事行凶，已经危害到了百姓，我已命人将刺客送入皇都审讯。李彦回这次也该无所遁形了。天色不早了，西河准备何时启程回府？我今夜要找个地方落脚，等花开，暂不回皇都。等花开？我在市集得到了一株细叶琼花，此花极为珍贵，只在夜间开花，且花期甚短，只开一夜便会凋谢。我刚在车上看着，若无意外，今晚便会开花。这花究竟有何独特之处，竟让西河如此费心？喜欢它独特的气味罢了。殿下去留，全由殿下自行做主。放这里吧。这儿有2间房，我睡一间，珍珠墨玉睡另一间。莫远在外守夜露宿，殿下我体寒，睡不得马车，恐会引起毒发。我可否与西河共用一间？可以。你说要等花开，没想到是这么认真的等。我跟珍珠要了避寒香，夜深路重，小心到了风寒。多谢殿下关心。
光阴青似梦，推心海横流。花谢浮花谢，终无休。月下呢喃声，缓缓晕开枝头。相思无限好，几人还似少年游。灯火明灭中，他动了。孑然几度秋，如何择一人相厮守？与君对望的时候，琴弦花瓣在心头，偏偏天长地久。悠悠风雨月，悄悄地映入你盈盈的眸。晚红如雨落，是人间好时候。点点泛雨柔，淡淡的手。好了，明天我们启程回皇都吧。哎，我俩一样可怜。长卿，一大早求见朕，所谓何事啊？启奏父皇，昨日我在京郊遇到一位戴面具的奇人，武艺高强，身手不凡。交手之后，惊觉此人竟是太子殿下。七郎一向体弱，怎么还武艺高强了？你不是说，你说他是蒙面，什么都没看到，你怎么就笃定是他呢？基地天人之资，儿臣不会认错。此外，他还遗漏了一样物件，被儿臣识得。呈上来。父皇有没有想过，他离京多年，真的是一直在洛天道观养病吗？你的意思是说，自太子归京，康王、户部尚书，还有英国公，都悉数伏法。难道这不值得深思吗？你说是七郎所为，我看你呀是异想天开。你是不是因为西河的事儿对七郎还有些芥蒂啊？若皇祖母不信，儿臣还有一证据。什么证据？陛下！陛下，太子出事了！七郎，七郎，儿臣免礼。哎呀，七郎！哎呦，哎呦，这怎么好端端的就晕倒了呢？孙儿昨日四肢百骸，总觉寒凉，今早便想泡温泉通一通筋脉，谁想体弱至此，竟被热气热晕了过去，累皇祖母和父皇忧心了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太子殿下昨日都待在东宫。自然。我昨日在京郊遇到一位武艺高强之人，那人身上遗落了一块玉佩，正是太子所有。请问太子如何解释？无可。
你瞧我这身子骨，我倒真希望自己有强健体魄，能飞檐走壁。好一个答非所问！我与那人交手时，他左肩挨了我一刀，只要七弟愿意解衣自证，足可将一切嫌疑消于无形。荒唐！怎么能让太子解衣自证呢？皇宗母，孙儿知道您心疼七弟，但姿势体大，只要七弟露出肩膀，即可水落石出，又有何难？臣女能给太子殿下作证。叩见陛下，叩见太后。羲和，你如何替七郎作证？从昨夜到今晨，太子殿下都是和羲和在一起。什么？你和七郎彻夜都在一起？父皇，羲和时常照顾我，昨日见我畏寒，实在放心不下，便留宿东宫。长庆，你现在该打消疑虑了吧？之前你们两个一再推迟婚约，我还想是中间出了什么嫌隙，现在看来是皇祖母想多了。既然两情相悦，那就是水到渠成的事儿。皇上，让礼部明天就定下他们的婚期。皇祖母，儿臣还是想推迟婚约。七郎，你不是一心想要迎娶羲和吗？昨日的不是，让儿臣觉得身体如此羸弱，又怎堪托付？未免羲和担心，儿臣理应再调理一段时日。太子若真为昭宁郡主考虑，就该直接退婚。放肆！越说越不像话。皇祖母，您也别怪五哥。自从五哥把羲和认错为顾青之，便一直如此疯魔。我自幼离宫，与哥哥们都不亲厚。回宫之后，又因身体病弱，与他们玩不到一块儿去。但我一直记得，小时候有一日，我隔着窗户在看哥哥们玩耍，是五哥给我偷偷塞了一颗桂花糖，但没想到长大之后，却变得如此生分。好，不要再说了，七郎，都依你。没想到，今日你会主动延迟婚约。我不愿勉强你，但又实在做不到退婚，只有这个折中的法子。我从未祈求过别人，但唯愿你能再给我点时间。知进柏，你真是放肆！你凭什么到我府上抓人？我的王妃到底何罪之有？前日京郊刺客身上查到了南州国图腾，他们已经招供。陛下有旨，请定王妃前往大理寺配合审理。什么？皇上驾到！大理寺在刺客住处，
找到定王调用亲兵的印信，可是四郎交予你的。定王殿下对我毫不设防，凡是我要之物，他都会双手奉上。取个印信有何难？你既然知道四郎对你痴心一片，你又为何要辜负他对你的信任？当年我就说过，我心中只有恨，让他不要娶我何来的辜负？自古成王败寇，此乃天命。我不是你们天朝贵女，没有那样的心胸气度，更看不懂天命。我只知道我是南州公主，是你们灭了我的国，杀了我的父皇和母后，此仇不共戴天。南州有众多的公主，你以为你是如何活下来的？自然是陛下将我指婚给定王殿下。是，他待我很好，我的计划他亦不知情，所有罪责我一力承担。既然你知道自己死罪难逃，那朕今日便成全于你。等一下，父皇，父皇，求父皇宽恕燕燕。臣与燕燕虽然当年是由父皇赐我，我与他之间还隔着亡国之恨，可成婚以后，儿臣一直是对他爱慕倾心。四郎，既然你今日替他求情，那不如将这杯鸩酒赐予你。请父皇赐酒。萧长泰，萧长泰，不要！燕燕，看来今生是我无缘与你白头到老了。你多保重。萧长泰。萧长泰，不要，不要！定王真的替李颜回饮下了鸩酒。定王殿下就这么没了？不会没的。陛下对李颜回处置重了，会使四方惊惧，外族藩邦就算有了归顺之心，也会再三衡量。所以陛下最多是教训李颜回一下，不会真的要了他和定王的命。郡主未卜先知，陛下赐的根本不是毒酒，定王没过多久就醒了，现下早已被送回府邸。珍珠，你什么时候学会卖关子了？不过陛下命李彦回不得出府半步。这天家皇子们虽没一个简单人物，却个个都是痴情种。眼下婚期延迟，也不知道太子殿下会做出何等举动。小心火烛。
五哥在这里做什么呢？自然是守着他。若是深爱，理应把他藏在心里，不应打扰他才是。太子婚期被延迟，你有何自信跟我说这些？事缓则圆。你就如此自信，她还能嫁给你？我从未怀疑过。她是我3叔6聘的正妻。五哥，你的正妻去世多年，我也不想看到你这样。你不用说得如此冠冕堂皇。东宫太子竟然抢夺兄嫂，你的贤良清正，你的仁爱孝悌，装不下去了吗？你从未得到过他的心，又何必像失去了一样呢？昭宁只是他自己，谁也抢走不了他，唯有让他心甘情愿。长卿今日求，所谓何事啊？儿臣请求父皇解除太子与昭宁郡主的婚约。朕没有听清，再说一遍。解除婚约，荒唐！儿臣心中始终放不下郡主，不娶郡主，必悔恨终身。放肆！你今日来，难道还是想让朕相信昭宁郡主便是顾青之那派胡言乱语吗？父皇就当儿臣疯了吧。求父皇成全。长卿，在诸皇子之中，你威望最高，也是朕最为器重的皇子。你七弟虽贵为太子，可惜他命数不长。这几年，父皇唯一的心愿就是希望他能够随心所欲，喜乐无忧。可是你不同，你应该心知肚明。这10几年来，父皇一直把你当作真正的储君来培养。可是你看看你的样子，为情所困，终日郁郁寡欢，不思进取。你如此模样，朕何以安心将江山社稷托付于你？当年，你为了顾青之，宁愿自折羽翼，为他哭守一生。如今，你还宁愿为了昭宁郡主，甘愿放弃帝王之位吗？儿臣始终此心不移。你，
这不是武帝吗？见过宁王殿下。你怎会在此把守宫门啊？宫中有传闻，你向父皇求娶昭宁郡主，惹得父皇震怒。看来此事是真的。数位恭维，责任重大。父皇是给了我历练的机会，哪比得上二哥你，领着丰厚的俸禄，却终日闲适。想来父皇十分爱护二哥，指望二哥此生都能安乐度日便好。皇祖母刚为我挑选了礼部侍郎胡振阳之女，胡家百年望族在朝中根深蒂固，足以见得对我的重视。那在这里要恭喜二哥了。只不过，昭宁郡主一向对你是不屑一顾。老五啊，你一向是朝野上下交口称赞的文武济世之才，你怎会这般糊涂啊？见过信王殿下。你怎么回来？今天是按照惯例入宫给太后请安的日子。听闻信王殿下为求娶羲和，被陛下罚守宫门。就算去守皇陵，或者发配边疆，我都毫无怨言。你愿意跟我一起离开吗？我们可以远离皇都纷争，遁隐于世，去过安稳自由的日子。位高权重者尚且如履薄冰，何以成了平民百姓就能安稳自由？竹林七贤远离世俗，何等恣意潇洒？可他们的结局又是如何？避世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。郡主，信王殿下，就算你求娶1000次、10000次，我都依然会拒绝。小民要上奏揭发，有人贿买中正官，篡改品题，夹带经文，考场舞弊。新卓假帝是个才疏学浅、欺世盗名之徒。小民要上奏揭发，有人贿买中正官，篡改品题，考场舞弊。听说今年新卓假帝才疏学浅，都是花钱得来。诸般皆似等，唯尊经书高。舞弊之事自本朝以来从未有闻。这些骇人听闻的传言传得有鼻子有眼，使人不信都不行。新卓假帝是谁？姓何，国子监祭酒的远房亲戚。有人举报你贿赂中正官，名不副实。今日朕便出题，亲自考考你。满纸胡言乱语，简直是草包一个！陛下息怒，是微臣监考不力，微臣知罪。快将你作弊的来龙去脉如实交代。小然偶然认识一位书生，
兄有锦绣文章，不过因其祖父病逝，为守孝，不能参加今年的卓选。故而小人将题目拿给他，请他破题，之后再将题目完整的背了下来。陛下饶命！你又是如何得到考题的？考题。殿下，信王殿下已经公然向陛下求娶郡主，您还在这儿悠哉悠哉的，不怕郡主被别人抢走啊？与其担惊受怕，不如做些更要紧的事。您是说这次的舞弊案？没错。咱们要不趁此机会多升几个人上去，多几个可用之才，也能查出幕后的黑手。若是官阶太小，也查不到御前去啊。不用，这些人都是寒门子弟，在官场毫无根基。我给了他们一个机会，但接下来的路还是要靠他们一步一步走，发挥出自己的才能，才能坐上属于自己的位置。想说什么便说。我就是觉着，之前殿下大刀阔斧，少有像现在这般循序渐进。当初，我只想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出下毒之人，但现在，我想为西河好好想想。虽然运怀已远赴关外为我寻医问药，但我并不确定自己是否能迈过那道大坎。我本不该招惹西河，他应该找一个能陪他更长久的人，但我做不到放手。为了自己这点可耻的私心，我只能尽力补偿他。所以您现在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郡主。西河在意西北，想要主宰自己的命运，那我就竭尽所能，为他铺好每一条路。即使最后他身边没有我，朝中亦能有春臣相辅，他亦能顺遂如意。人才是国之根本，我有人才可用，方能使百姓知闻识礼。这考场舞弊一案，性质极端恶劣，必须彻查。众爱卿，可有人自愿担此重任？满朝文武，竟然无一人敢接着烫手的山芋。父皇，儿臣愿往。眼下我连3、5年的时间都没有了。还有多久时间？1年。这1年的时间，我会做一个合格的妻子。一朝一夕一人，便是一辈子。我挑了最近的几日。东宫来迎亲了。我藏了好多话，舍不得对你讲，就永远
在心里不舍不休。我所有回答，好笑又心酸。刺痛你的时候，当流泪的眼光有多为难。那些一哄就好的伤，一抱就远的话，勇敢像不曾痛过一样。可惜我没能够还你一个原谅，像你爱我那样坦荡。我怕我回忆的花浑然不知了，要不